2004年，一场藏獒风波席卷了中华大地，东方神犬一跃成为继纯血马之后世界上最贵的宠物。2009年，西安咸阳机场30辆奔驰齐刷刷地排成一排，就为了借一只身价高达400万的藏獒。当时的藏獒是富贵的象征，而如今的藏獒却沦落成废物肉狗。藏獒为何会成为流浪犬？它真是犬中之王吗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在西藏地区，藏獒被当作天狗，放在以前，普通人都是买不起的，只有那些社会身份地位较高的人才能养这样一只藏獒，甚至有人说藏獒是佛陀的坐骑。藏獒是一种大型猛犬，以前的藏獒身形高大，四肢像虎，外形威武彪悍，性格勇猛刚毅，敢和猛兽搏斗，是名副其实的东方神犬。据说一只血统纯正且训练有素的藏獒，连豹子都不放在眼里。更重要的是，藏獒非常忠诚，一生只认一个主人，对主人忠心耿耿。关于藏獒，民间有着这样一种传说：9犬出1獒，也就是说，在同一窝犬中，主人为了得到一只最勇猛、最优秀的犬，会将这刚出生的9只幼犬关在同一个笼子里，没有食物的幼犬就会自相残杀，这是犬类的共同特征。在这9只幼犬中，只有一只能活到最后，这只幼犬往往是体型最大的且最优秀的，这只幼犬就被叫做獒。一直以来，藏獒都是藏区人民心中的神犬，在草原上过着平静的生活，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宁静，这个人就是张佩华。藏獒在上世纪80年代走进大众视野，那时候只在台湾地区比较流行。藏獒之父张佩华不仅仅是一个明星，还是一个忠实的犬类爱好者。那个时候，他在美国花大价钱买下了一只英勇神武的藏獒，这只藏獒一出现就吸引了大众视野。不只是因为它的外形，更是因为它的身价。张佩华花了$25,000在美国买下了这只藏獒。从这时候开始，上流社会就开始将藏獒当作时尚的标杆。真正让藏獒在内地流行起来的是河南的一个狗贩子，这个人叫王占奎。偶然间得知这种狗在台湾非常受欢迎后，便动了歪心思。他费尽心思从藏民手中换来了23只藏獒，留下一部分进行繁育，剩下的则全部以高价卖给商人。商人会以更高的价格转卖到台湾，赚取差价。当时王占奎前往藏区提出购买藏獒的时候，一开始遭到了藏民的拒绝，后来是他用其他商品进行交换，才得到了这23只藏獒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当初用几百块钱的东西换来的藏獒，转手就能卖7000元一只。他仿佛看到了金钱向他招手，他开始大力宣传藏獒，向世人介绍、美化这种东方神犬。在媒体宣传、神犬的名号以及藏獒本身独特外形的加持下，藏獒被推上了神坛。一只藏獒的身价能抵上北京一套房，甚至有黄金有价獒无价这样的说法。30辆奔驰齐刷刷地排成一排，迎接身价400万的神犬藏獒，足以见得那时候人们对藏獒的追捧有多狂热。藏獒被叫做行走的房产证，一点也不过分。藏獒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然而，当人们真正了解到这种犬类，才知道它并不像宣传的那样，藏獒是一种野性非常强的犬类，并不适合在城市中饲养。都说它十分忠心，一生只认一个主人，但这是因为它的智商不高，只能记住1-2个人的面部特征，不服管教且性情暴躁。在2019年，安徽一只藏獒对自己的主人发起攻击，而那时候这位老人已经养了藏獒6年，在大街上突然发狂，不只是主人遭到了攻击，路人也没有躲过。藏獒体型大，这就导致它的食量也很大，一般人根本养不起，不少藏獒惨遭抛弃，曾经的东方神犬跌落神坛，藏獒养殖场纷纷倒闭，曾经动辄上万的藏獒以几千元一只的价格售出，卖不出去的藏獒就被送到了狗肉馆或者火锅店，部分养殖户不忍心将它们送上餐桌，于是又将它们送回了西藏。这就导致西藏地区流浪藏獒的数量越来越多，沦为流浪犬，经常3、5成群的攻击牧民家饲养的家禽。牧民放牧的时候也经常遭到这些藏獒的攻击，大量流浪藏獒的出现严重影响了藏区人民的生活。这些在外流浪的藏獒和以前的东方神犬没有可比性，为了让藏獒看起来更好看，卖上更高的价钱，无良商家在藏獒的体内注射了各种药品，他们不管在战斗力还是精神状态上都远远比不上以前的藏獒，只能在草原上流浪。